嗨，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因为台湾已经开始慢慢变冷了，然后我就觉得快到冬天，可以来测一下我们人生下一个篇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跟建议。对，那由左至右是1、2、3，第一个是豹，OK。然后第二个是斑马，第三个是浣熊。好的，那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感应一下，选好的朋友我们就要从这个豹来开始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豹。那它这个豹的话，你最近的人生状态可能会遇到蛮多的波折跟毁坏的，就是它要来毁坏你原本的生活，就像这个豹一样，它就是出现在大自然，它就是要猎杀嘛，如果出来吃东西的话，就会破坏这个生态的那种宁静感。就如果很多小动物，然后突然一只豹这样出来，就会有破坏宁静感的感觉。那目前的话，你的生活也是蛮多这种变化存在的。那你可以自己套路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些变化其实在迫使你丢掉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比如说被朋友背叛啊，或者是工作不适合你，还有情侣劈腿，或者是就单纯的伴侣不再适合你，他就是跟你说你要丢掉旧有的东西，迈向更好的自己了，所以才会出现这张牌。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下一个人生篇章，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恋人牌，刚刚说什么被劈腿，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恋人。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在现在收看3个月嘛，就差不多在年底这个时候，你会遇到一个新的伴侣，一个新的对象。好，那个金币7逆位，好，圣杯国王正位。那你的话，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会遇到让你有好感的对象，就会有一个人想要来认识你跟爱你这样子。然后我现在才想到要挡一下，是不是来不及？OK， 好的，反正就是你会遇到一个想要来爱你跟珍惜你的对象，但是这边的恋人呢，他是风元素。风元素的话，他会比较像是你们初期才刚认识在一起，所以会有一个很具吸引力的人出现。那这个时候跟这个圣杯国王一起出现，这个对象呢，他极有可能是像圣杯国王这样子的，包容力强，很大方，然后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去领导别人之类的，共情能力很强，创造力也很丰富。不排除有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们是在艺术创作啊，或者是文字表达情感的这种地方在工作。然后，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工作的话，你未来的这个对象，他有可能是做这种艺术创作的，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歌手啊，然后演员，或者是画画、画绘本的那一种的对象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那目前的话，你在未来的3个月，你有可能会发生职业倦怠，可能现在已经倦怠了啊，然后现在就是会更严重，因为前面有讲到嘛，你可能会换工作，因为这边有这个豹，它是要摧毁原本已经不适合你的东西了。那你现阶段的话，会去检视说自己过去这1年来，你的这个工作上的表现啊，不论是人际关系也好，家庭什么的，你做了这些努力，然后现在走向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像工作上，可能你会有薪水太少的问题，就是工作很多，但薪水很少，你会觉得你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收获，那你就会考虑换工作。
对，你可能会觉得不对等啊，所以想要换一个新的领域去尝试。那如果是在情感付出上呢？你过去的情感，今年我觉得尤其是今年，你有可能会遇到那种不值得你付出的，就是感觉感情只有你在维持，跟你在在乎，别人好像觉得说哦，反正有你在维持跟在乎就好，你就觉得我要交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要干嘛？对，所以你可能最后还是会果断的分手。如果分手之后，后面会遇到一个不错的对象，这个圣杯国王会遇到一个新的情感对象啊，好兴奋，最喜欢恋爱话题。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给你的建议，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你？所以我觉得在最后的这3个月啊，是一个转职，还有你会遇见一个新桃花的对象的时刻。好的，世界牌逆位，然后金币皇后逆位跟这个魔术师正位。这边的话，你未来你的世界已经开始在转动了，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说自己要跟上这个世界的流动，有点像是有些东西，比如说你已经被伴侣背叛了，但是你一直选择要原谅他，但可能他一直在背叛你，这件事情是在提醒你说你要去放手。就是顺着这个流走，不是一直去往回看这个曾经很爱你，但是一直劈腿你的人这样子。对，我觉得工作上也是啊，你可能还是会有点舍不得，想说之前自己这么努力什么的，但是他这边跟你说你要向前走，向前看，你的那个命运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流动才可以顺顺的推着你前进，就有点像是水流是这样前进，但是你如果硬要逆着走，你会走得很辛苦。那这组的朋友们，未来3个月啊，记得注意的是，你有可能会花很多钱来犒赏自己，让自己过得舒服啊，这没有错。但是你可能后面想一想，你就觉得自己有点浪费钱，就是买的这些东西好像是一时的冲动，但是也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态。那如果是女生的话，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方面，可能会有妇科上面的问题。对，那魔术师正位的话，我觉得未来3个月正是你要去大放异彩的时候，不论是工作也好，还是情感上也好，就是时机已经成熟，你可以往前走了，不要再留恋在过去的那一些美好。也许你可以去探索一下，为什么自己会不敢前进，或者是放不掉现在的工作啊，还是爱情，但他们其实也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那我自己会觉得是，你可能会不敢相信自己值得更好，所以你在这方面要进行一个调整，去试着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更好的。那魔术师后面呢，这边有出现圣杯皇后逆位，你可能在过去的情感有遇到，这应该算疯婆子吧，就是他会情绪勒索你啊，PUA 你什么的，对，那你要摆脱这个阴影，后面的话会出现一个不错的对象，勇敢摆脱，好不好？然后你的创作情感啊，你如果是做跟艺术相关啊，创作情感领域的，未来3个月你可以发挥的蛮不错的。然后你的灵魂啊，跟你的身体会是合一同步的状态。那你如果要写一些故事，你可以从比较阴性那一个方面、情感方面去撰写，写一些自己共感啊，然后会觉得有点悲伤、酸酸的故事。会赚钱，就是会很吸引人。先不论会不会赚钱，会很吸引人，然后可以有个爆点出来。对，这是给第一组的朋友们。那想要知道更多讯息，可以来找我做个人占卜。谢谢第一组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学到的是这个斑马。那斑马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有独特性跟魅力的存在，它很稀奇古怪。那这边也有要提醒你，你要接受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目前你应该会面临这样子的课题，就是你的一些古怪啊，你会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然后会觉得有点孤单吧。我在想这组的朋友们，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人生下一个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其实你们的直觉啊是很灵敏的，就是你会很清楚知道说，对方的一举一动啊，或者是你看他的穿搭跟他讲话的方式，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对方的这个人品跟人格是怎么样。这一组的朋友们蛮敏感跟敏锐的，但同时这个有时候会让你造成一些困扰，就有时候你可能跟别人共情了，然后对方的状态比较糟，也会连带的影响到你，对。然后你下一个阶段呢，会遇到的是你在工作上会有一个新的突破跟发展，会有新的合作伙伴出现。然后情感上呢，我觉得你会丢掉你过去学习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因为你可能会有那种既定的想法，可能你过去学的是这样，你就会觉得后面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你会没有办法适应跟习惯。那在这个2024最后的3个月内呢，你会学习如何空杯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事情的发展，比如说 AI 的引进啊，很多工作开始依赖 AI， 你会去学习这个新的技能跟新的东西，去跟自己多多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你在未来3个月的一个考验。要帮助你突破跟蜕变啊，展现你内心的古怪。也许你本来就蛮喜欢一些比较偏冷门的东西，一时举不出来。塔罗牌应该算偏冷门吧？好，塔罗牌，就你可能开始对神秘学啊之类的有兴趣，就不是平常大家的那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喜欢玩3D 列印之类的，就类似这种。那我觉得在工作上呢，你抛下了你原有的成见，你可能会觉得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就可能学习上有一定的程序，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你才可以变成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在这未来3个月，你会开始慢慢的放下这些成见。就是如果你已经爬到一个高度，工作到一个高度好了，你会放下你这些成见，然后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更加的开阔。那下半年的话，也会有合作机会。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他跟你说不要放弃，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没有什么起色，然后也没有人看，没有什么人支持，你会有点伤心。但这边来看说，你最后3个月会有一个合作的机会来临。然后你现在状态的话，你要去突破世俗的框架，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你要更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力跟掌控力，你才有办法在这个事业上有所新的突破。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给你的建议。好的，建议。权杖、国王逆位、高塔牌正位、隐者正位跟宝剑侍者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呢，最近可能会发生心跟自己的行动不合一的状态。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工作就是不适合你啊，但是你会想说，过一阵子再换啊什么的，你就每天做着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这样就叫做心跟身体不合一。最近你们会有这样子的状态，那你要去慢慢的突破，因为未来有些东西你如果没有去摧毁，世界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去
让你离开。比如说有个工作，它可能已经快被 AI 取代了，然后你没有想要改变，你会觉得你之前都是这样子来的。那等到 AI 真的可以取代的时候，你就会正式的失业。所以我们应该在前面有这个警讯的时候，就赶快去学习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用的技能。因为这边有隐者牌正位，就是你要去看你内心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探寻你的内心，不是往外看，往内看，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被取代，然后在你身上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你其实是知道的，但是你会有点逃避自己的状态。那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先去摸索看看，就是你喜欢什么，然后你擅长什么，什么东西做起来特别的顺手。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你们是思想跳跃很快，蛮聪明的一个人，对。然后这边的话要记得做事情要脚踏实地，不要看太高太远，因为这样会很容易让自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就比如说你可能怕 AI 会取代你，但是你应该要看的是你现在要经济什么样的技能来帮助自己是可以一直成长跟进步的，对。然后我再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讯息好。好的。然后接下来的话，人际关系会是一个重点。就接下来你会遇到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的人际关系会开始慢慢的上轨道。当你展现出真实的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好像比之前都更爱你，然后他们会觉得哇，我都没有想过你居然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你会这么多东西，或者是你的想法是这么的特别，他们也会觉得很不错，对。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以更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不过这一阵子的话，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探寻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你的光啊，你内心的光。如果你觉得生活很枯燥，工作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建议你去探寻一下，不然后面就会发生一些比较辛苦的事情，就是逼着你改变。对，那目前的话，这一组的朋友们就是工作上的转变而已。如果你有在做什么，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要记得用比较谦卑的方式，可以去多看跟多欣赏自己成长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技能。比如说，如果你要画画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绘画的技巧，欣赏别人的作品，你会从中得到点子。就看你做什么行业啊，自己套路。对，那第2组的解牌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收听。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我们就下次见喽，祝福你们，拜拜。第3组的朋友们，拿错了。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浣熊。好的，浣熊的话，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在自我清理跟改变的一个状态。那浣熊的话，它本身的艺术的价值很高，就是他其实在这组的朋友们会蛮有才华的，才华洋溢，会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你会画画，又会写词写歌，跟艺术创作相关的这组的朋友们会选到这个浣熊，对。然后你们可能在创造啊，当演员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面具，就你会有个人格形象在经营，但有的时候经营到后来你就会害怕，如果别人看到你这个人格以外的特征出现在你身上的时候，会不会对你失望？比如说，你如果一直扮演着一个没有不良嗜好，然后长相很干净啊，看起来就很无害的这种明星，那当你会抽烟的这个传闻传出去的时候，可能大众就会对你破碎。就是虽然那样子的形象可以帮助你创作，但它同时也可以就是限制你，就会等于说让你没有办法朝多方面的发展。
所以目前你可能会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你不是艺术创作的话，你也会想自己本身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那个人格的转换，你会去思考哪一个是真正的你，或者是哪一个是你捏造出来的，可以去很好的融入那个圈子的你。但不代表说你不喜欢捏造出来的你的那个样子，而是说你会去开始思考真正的你是怎么样的。对，其实你是很多面向的那种人。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年会发生，下半年后面3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好的，再一张，我想看一下那张是什么。这组的朋友们最近遭遇巨变是吧？好，这组的朋友们呢，最近可能会为了这个人格啊跟形象的问题，面具啊，我觉得很像前一支影片的那个个人神话，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成熟的大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有什么其他的，可能软弱啊这种特征出现，就不是成熟的大人，就这个会去束缚住你，让你没有办法前行，对。但是，成熟的大人他也还是可以哭啊，最后会站起来就好了，不用对自己这么严格啦。那这边的话，你未来的3个月呢，可能会发生蛮多变化的，但是你会有点接不住，因为事情会来的，原本会来的很快，但是你的话，你还是会有点不太愿意去看那些比较自己内心过往的悲伤跟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会走不出你的那个回圈。如果你过去是比较自我否定跟封闭，可能没有人发现你会这样，就是要跟你很亲近的人，或者是有跟你聊过你内心话的人，他们才会发现。对，那如果是未来3个月的话，是时候走出人群了，因为你就是一直待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你会很害怕、很无助，看不到前方。但你也许走出去之后，可以帮助你，内在的知识啊、创意创作跟外在的连接。这一组的朋友们要多接触大自然。那如果是后面的这3个月，你是工作的话，会有一个长官、女上司或者是同事，他可以来帮助你去跟现实生活中接轨。这个接轨，要看你是什么工作啊，就是反正他会在工作跟事业上帮助你，也有可能是你的家里的母亲，他会帮你打理生活的一切。对，那如果是这边有可能会单亲妈妈，也就是家庭可能遭受到一些冲击跟意外，导致你可能跟你的老公分开，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都有可能。那你们可能会有小孩，会需要去抚养跟照顾这个小孩。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们，你们有可能会面临分手，就是这个关系本来就不太稳固了，会面临分手。然后你可能分手的这段期间，你会自我封闭，走不出去，但最后你还是会逼自己跨出去。宇宙会安排啊，会安排事情让你出去，让你出去走走啊。可能朋友会揪你出去玩，让你不要一直都闷在家里。那另外一个就都没有对象的朋友们，这组的朋友，你可能会逃出你过往那个困住你的牢笼。就是你之前一直没有勇气可以跨出去的，你在这3个月内，你会有勇气去跨出去。那这个牢笼有可能是跟家庭有关的，跟你个人成长有关的，就是这个家庭去塑造了你的这个个人。他们可能以前会教导你说，成熟的大人不应该哭泣，就是要勇敢什么的，然后那个反而去束缚了你，你会开始慢慢的解开这个束缚跟挣脱这个束缚，你会告诉他们不对的，就是就算是大人还是可以伤心跟哭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怎么疗愈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再重新的站起来。
我觉得你到后面你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建议：钱币9正位，金币1正位，权杖3正位，圣杯6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其实未来还不错，就是这个建议，他是跟你说你要去认可跟认同、欣赏你的价值。如果这组的朋友们比较自卑，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到认同，可以先从欣赏自己开始。其实你比很多人都还要有实力、跟想法、跟天赋，你累积了很多你的努力。你很少去看这个努力，你可能前面都会看你的失败，你可能失败1个，成功10个，你就一直想着失败的那一个。那这边的话，告诉你，你要去看见你所累积的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看得长远。就像这个权杖3，它这边有船在漂泊，因为船的话，在古代它是代表运输嘛，然后像这种船的行业，它其实要到达目的地是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的，所以你正在筹备什么？我这边看，我觉得会是事业上，你需要有远见，就是看得越远越好。要想说它是可以发展的很长远的。这边的话有金币1正位，你看这边有个大门开启，在等着你往前走。就看你什么时候放下这个包袱，去认知到自己价值的时候，你就可以接住这个新的机会，这个大门往前走。要看得更有远见。然后这边的话，你在未来的这个3个月呢，你会去疗愈你的内在小孩，你内在小孩受了什么伤，你就会像这个大人拿这个花给小孩，去安慰他跟治愈他。比如说以前你小时候可能哭泣，大家只会叫你不要哭，但是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头要去跟他说的时候，你会跟他说些什么话呢？这样子来疗愈你自己，然后让你更有自信的去往前走跟往前看。对，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是在往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期，其实你们做得很好，就是很愿意自我改变，然后也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只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跟有的时候会被框住。那被框住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反问自己，就是这时候如果你要去安慰自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慰还有领导你自己？这组的朋友们是办得到的，对，可以试试看。前面有个赚钱的路在等你呀，好不好？而且这个是一个长远的赚钱的计划哦，然后跟你本身有关系的赚钱计划，对，可以累积很多很长远的那一种。因为你看它附近的牌都是钱币啊，还有权杖，你们在未来3个月会比较有行动力去进行这个事业的推动，对，就看你们是什么事业，自己套入。然后会丰收一些果实，所以要对自己有自信。那谢谢第3组的收听，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